朋友们，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人生产生了迷茫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，工作迷茫，情感迷茫，找不到人生的出路，做什么都没劲，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更不知道该怎样做选择。如果你正处于这个状态，那今天的内容一定要耐心看完。你为什么会迷茫呢？咱们先来看一下迷字怎么写，一个走字旁，一个米，就是你在前行的路上有个米，这米就是四面八方的追求与期待，上下左右，左上右上，左下右下，就是你心里面有无数个方向在指导你前行，就类似于你的车上有好几个导航在同时说请直行，请左转，请右转，请掉头。那碰到这种情况，你的方向盘是不是就不知道往哪里拐了？这是一种迷茫。那我们今天再升级一下，大家觉得自己这一生当中最多能干多少件事情？大家先算一下，比如说我能卖衣服，我能当销售员，我能当会计，我能当保安，我能送快递。大家觉得你最多能干多少件事情？大家可能不知道。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给大家挖了一个坑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有一个针织帽，在冬天冷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它戴到头上保暖，这时候它就是帽子。如果家里的桌子上有水，我是不是也能拿它擦桌子？这时候它就是抹布。如果我觉得脚冷，我套在脚上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袜子。如果我拿它来装东西，那它就是一个袋子。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你是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你是有限还是无限？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迷茫，就是只是在自己觉得自己有可能的几种情况里不断的徘徊，在自己有限的情况范围之内去徘徊，还是太有限了。孔子说君子不器，君子不是帽子，君子不是抹布，君子不是袜子，君子不是袋子。当一个人真真正正的领悟到了自己是无限的，是无所不能的，根本就不可能迷茫。迷茫有两种含义，一是选择太多，二是选择不够多。当我们选择够多的时候，就已经不存在选与不选了，干什么都行。举个例子，有一名会计，他早晨呢要送孩子上学，下午要接孩子放学，中间还要给老人做饭。于是由于经常性的迟到早退，公司把他辞退了。这个时候他迷茫了。迷茫什么呢？他觉得自己早上得晚去，晚上得早回来，中午还得给老人做饭，谁家会用我当会计呢？于是每天就在家里内耗。但他忘了会计只是他无限可能里面的一个角色。其实有很多的迷茫呢，究其根本都有一个核心的原因，这个原因呢就是经验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经验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，那就是它是为我们所用的工具，但不是我们必须要携带的工具。经验好不好呢？当然好，但我们要把它看作所用的工具，而不是随身的。为什么改变总是很难？因为当一件事情我们从事已久时，它就会成为我们对自我认同的一部分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受到它的控制，这事实上就是一种上瘾，我们很难从里面抽离。所以如果一旦失去了它，就好像我们失去了主动权，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掌控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失业的人都会感到很难受，很迷茫。如果我们把失业当成我们人生的起点，就不难发现，这时候我们的身上背了一个包裹，这个包裹就是我失业了，
我丢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。所以你不能好好的出发，是因为身上有个包袱在背着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既没有被辞退的你，也没有损失的好工作。你现在是一位崭新的人，是一位青春正茂，是一位所向披靡，是一位开门见喜，是一位一切都奔着好前途的新人。我们很多人之所以接下来不能选择的原因，就是提前给自己定义了一个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，给自己提前定义了一个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给自己定义了一个我是一个有着什么样专业的人，就是背负着很多的经验，背负着很多的经历。如果现在把你过去的东西全部摘掉，把你过去的记忆也全部摘掉，就像降落伞一样，突然间从天上给你投下来，你觉得你还会不会迷茫？所以你以为你迷茫的是前程吗？你迷茫的是顾后。虽然你现在谈论的都是你的过去和未来，但是身上不就是背着一个顾后的包袱吗？君子不器。当冬天过去的时候，帽子就可以不是帽子了；当桌子上没水的时候，抹布就不是抹布了；当桌子上有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它擦一下。水也是一样，水分可以蒸发成天空上的云朵，可以飘舞成漫天雪花落在雪山的山顶，可以挂在清晨的树叶上，也可以在冬天的窗户上画下一窗的冰花，可以变成饮料进入人体，可以一泻汪洋地进入化粪池，也可以穿过黄土，透过沙石汇聚成山泉之眼，最终又可以跟随山峰再次汇入河流，奔腾不息地去往大海。为什么要去往大海？只是因为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吗？远不止于此，因为大海是终点，亦是起点。我是水，所以遵从水的天性，故而我不惧怕蒸发，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所以老子为什么说水是上善呢？水无形，水没有架子，它在什么条件下就是什么状态，它在什么器皿里就是什么形状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只要带着各种架子去跟人打交道，带着各种架子去教育孩子，带着各种架子去做生意，那就会产生冲突，你内在就会难受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老去按自己架子的形状去要求别人变成我的样子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此类的话，比如你怎么就是不改呢？你怎么总是这个样子？这是矩形对圆圈在说话，这样可笑不可笑？特别是在父母和亲子之间的关系上，如果做父母的是一个长方形，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是一个圆形，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好，讲得有点远了。回到我们上面的例子，说到底哪有什么会计？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，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却被困了一生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他完全可以找楼下或者找附近能满足他3个时间接送孩子、照顾老人的任何一种工作。这个时候他可能以为他损失了会计的这个行业，以为他丢了会计这个职业的脸，以为自己这几年的会计白学了。殊不知，他从会计升为君子，从3维升到了高维，从有为升到了无为，从能变成了无能无所，这才叫高人。哪里有会计，哪里又有销售，哪里又有金融专业？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大家不要去从事自己的专业，你在哪个业里面也就钻到哪个业里面，这就是你的专业。你钻进去属于你的业就是你的专业，这个业是中性的，就是缘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有什么不能干的？迷茫来自于盲目的追求，而追求来自于对人生的执着。
唯有认清生命的实相，才能从有限落回到无限。在我们肚子饿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填饱肚子，这就是真理。等我们吃饱的时候，能达济天下，这就是君子。在我们穷的时候，能独善其身，这就是觉者。达则皆济天下，穷时独善其身。你只需要干2件事儿：混得不好的时候先混口饭，混得好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也混得好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